在南大，郑人把我的班锦绣介入。我听说他父母双亡，靠贷款读书，工作几年一直在还贷，过得也很艰辛。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孩子很不容易，很勤奋，很刻苦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会是陈妙的儿子。想想这些年他受过的苦，这心里……你去找过他，只是没找到而已。我没能保护好我最好的朋友，更没有照顾好他的遗孤，惭愧呀！老婆，他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但却成了这么出色的医生。他的未来无可限量，你不用自责。安丽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但必须经过你的同意。你是不是要把当年属于陈妙的海城股份还给郑人？好，我来处理。很难接受这样的真相，是不是？总觉得应该另有隐情，应该有人为那起悲剧负责，应该让那个人反省后悔，说其实都是我的错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愤怒和仇恨有宣泄的目标，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。是不是？我很理解你，因为老婆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。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，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，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，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泼脏水、背负污名而死。我父亲没有做错，脊椎合腿当然是先就前者。我也没有做错，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。老婆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。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，我母亲就不会死，她就不会跳楼。这也许就是命吧。一个医生，寒窗苦读8年，临床工作15年，下班后接到电话，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。他用自己的医术，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，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。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，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。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，你跟我说，这是命？不然
然呢？这是误会，是误会就要澄清。怎么澄清？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，光有文字的手术记录，给患者家属看了，但是人家不认，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他看到的是明明是自己母亲到的早，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人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对于患者而言，却无法理解。有些人看不见星空，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，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。证人，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，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。就算潘老不一起出来再提那件事，为你父亲洗脱冤屈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逝去的人已经走了，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要向前看。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，后来身体就垮了，只能从一线退到2线。连环车祸，30几个家庭，42名患者，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。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差点关门。证人，花姐说的对，悲剧已经发生，去澄清它的真相，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，真的有意义吗？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，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？今天听潘老这么一说，估计林哥能消停2天了。消停什么呀？林格的芥蒂还没有消除。哎呀，整人又那个样子了。海城的2大主力啊！哎，不会的，给证人1台手术，他肯定能活过来。总之呢，这阵子医院的事情你要上心，他们2个都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。知道了。进。你要走？老布要把属于你父亲的海城股份还给你，等于说现在的海城也有你的一部分。即使这样，也要走。
等他想明白了，他会回来的。真的会回来吗？我当时也走了，不是最后也回到医院了吗？放心吧，看过星空的人是舍不得离开星空的。云哥，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，干嘛去了？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不是他那种工作狂，居然也辞职了？我也辞过呀。他跟你一样得了 PTSD 啊？谁跟你说的？我上学那会儿，听你传说长大了。然后我来到海城很震惊，你为什么从北大转到海城，从心外转到急诊？我就打听了一下。云哥，很多人都跟你说过那件事情不是你的错，但你没振作起来，可见你没听进去。你说什么废话？我就是想说，我挺幸运的，真的，来到急诊能遇见像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特别开心。云哥，郑哥走了，你得振作起来，真的，云哥，加油！加油，云哥！这话大出去，下次一口气把它说完了。
哎，离我远点，一股包走去。有什么本事实习生？去后面找没人地儿，赶紧吃完了。哎去，哎，你拿走。哎，行，拿走拿走。爸，我辞职了。记得小时候，你带回来一只蛋，你和我说，这里面的小鸭子20多天没起嘴，要憋死了。我问你该怎么办，你说你希望我一起救它们。你教我找气势空位，开壳，可以磨喷水。神奇的是，一喷完水，那白色的膜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血管。我们找了好久的嘴巴，好不容易才找到。等膜上的血丝被充分的吸收之后，撕开薄膜，就看到了蛋里面的情形。我们把那只丑丑的、小小的、虚弱的小鸭子放入孵化箱之后，奇迹就发生了。第3天，它的羽毛蓬松柔软，有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。它只要看见我，就会走到我的手边。爸，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拯救生命的意义。我一直以为是我选择了医学，但其实是你引导我选择了医学。而引导我走上这条路的你，却选择放弃这条路。我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，你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。为什么你却不珍惜自己的？你这个骗子！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！如果是劝我回海城的，就不必说了。证人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，这些都不是能用1、2句话就能让你释然的。
我也知道，你知道真相以后，没有敞开心怀，反而倒是更失落了。可这就是人生啊！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你爸爸教你救的那只小鸭子吗？对你而言，你只是对生命进行了一次领悟，但对那只小鸭子来说，你就是神。神给了它生命。你给我手术，可能也许只是为了敲开海城这座大门，但对我而言，我遇到了神，神让我继续活着。我现在也没什么资格说这些，毕竟我也离开了海城，不再是院长，甚至连个医生都不是。可你不同，郑人，你和我，和潘老都不一样，你还很年轻啊。你离开海城没关系，但是你要继续从医。你父亲引导你爱上了医学，但医学并不会眷顾所有爱他的人，但是他眷顾了你，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一点，你心里很清楚啊。这条路很漫长，也很艰辛，时刻充满着各种纠纷，还要面对死亡。你父亲没坚持住，我也没坚持住。我们的结局，你都看到了。不要像我们这样。郑人，不要成为一个失败者。爸，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。给他取个名字啊？好啊，那就管他叫来福吧。来福啊？这么土。土吗？爸爸写给你看。土吗？来福，来福，你就叫来福了。来福。有件事，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。郑人辞职了。为什么？郑人是陈妙的儿子。
果然今天我是幸运儿。护士，证人郑医生的号是不是没有了？我是县里来的，县里人说证人郑医生能做肝癌介入手术，我去那儿看了，他说没有号了，他为啥就没有号了？他为啥就没有号了？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嘿。你是说你得了肝癌？第13次手术失败。喂，小艺人，怎么了？谁？他说他得了肝癌，想找郑人做介入手术。对，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商量。要不我就跟他说郑医生已经辞职了，让他到别家看看吧。这不是肝癌啊？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肝包虫病。那也就是说，不用非要找郑医生做手术了。这个病需要等待肝源，一般来说需要拍个新片子留院观察。他既然是那个人，跟大发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想想。带他去拍个新片子，我去找郑人。你要告诉郑医生，可是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，并且做出选择。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哎，放心，我不是劝你回去的，我找你纯属有事儿请教。请教。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上来吧。嚯，这是将体检进行到底啊！请教什么？啊，这个患者自称得了肝癌晚期，但根据我的判断不像。我让他拍了新的片子，你帮我长长眼。你的结论是什么？肝包虫病。蛇瘾，还有下面的纱布瘾，是对肝包囊破裂给付症具有确诊意义的蛇样症和纺纱症，确实是肝包虫病，扩散得很厉害，通知患者尽快手术吧。如果我让你做这台手术，你有兴趣吗？我已经辞职了，而且门腔侵蚀的范围太广，已经无法通过单纯的介入手术治疗。我问你的是，要不要做这台手术？不要。如果我告诉你患者的名字叫黄阿国，外号大黄牙，他的母亲叫李爱芳，你做不做？
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：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。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，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片子我放这儿了，你自己考虑吧。我收大黄牙入院有3个理由：第一，他的病很重，包囊随时破裂；第二，他是职业医闹，也是普通患者，医院没有拒收的权利；第三，时代不一样了，16年前他可以冤枉我们，但现在我们有录像、有监控、有完善的医疗处理体系。花儿姐，如果这次我们能治好他的病，获取他的信任，也许能听到他为当年的事情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不相信人性可以改变。他就是一个贪得无厌、蛮不讲理的混蛋，他不会道歉的。即使不道歉，证人也需要这个机会。你不是想让证人重新振作回到海城吗？那就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给他这个机会。你觉得证人会为了给大黄牙治病而回来？那是他的仇人。还有什么比施恩给仇人更过瘾的方式吗？这些都是建立在手术成功的基础上。如果手术失败呢？证人不会失败的。你敢保证手术100%成功吗？手术一旦失败，大家就会发现证人的父亲是被大黄牙逼死的，而证人就会被怀疑是故意的。那个时候，证人不但没法振作起来，反而会陷入跟他父亲一样的深渊。有视频监控，有手术录像。花儿姐，我不相信这次依然没有明白人。那起群体事件，海城医院真的没有尽力吗？明明已经尽了全力，为什么得到的反而是苛责和唾骂？我们的医生，老婆出事都没有回去，留在这里做手术，最后却背上了一个渎职的罪名。他老再也没进过手术室。步若天一蹶不振，还有你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你们真的甘心吗？不甘心又怎么样？再来一次，就一次。这一次让我们来主导舆论，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。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，重要的是证人，他会怎么选？我相信，证人一定会回来的。苏医生说了，你得住院观察。我观什么察呀？我住啥院呀？我要回家。再说了，我找的是证人郑医生，郑医生，知道吧？你们给我安排的是谁呀？我都不认识，你干什么？骗医药费啊？骗住院费啊？不好意思，听我说，肝包虫病呢非同小可，您留院观察才方便第一时间治疗呀。你别吓唬我啊，我都懂。只要不是肝癌晚期，就不是绝症；只要不是绝症，就有救，有救。等我犯了病，我再来。OK， 走不走？不走是吧？我闹事儿了啊！我耍无赖了，我耍无赖了！我跟你说句话。
事。我就是16年前陈医生救的那个小女孩。要是当年陈医生没有救过我，我可能早就……我之所以来海城当了器械护士，就是因为陈医生曾经救过我，所以我也想救更多的人。喂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妈怎么了？你慢点说，慢点说，我妈怎么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